如果我们把中世纪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开始起算，一路到欧洲各国的兴衰，历经瘟疫、战乱与饥荒，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重新站稳脚步，逐渐迈向兴盛。那么在这段期间，中国就是从结束南北朝的纷乱，开启隋唐盛世，再到唐末动乱的五代十国，并由宋朝再度统一局面。而后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，导致北宋灭亡与南宋建立。接着，蒙古铁骑横扫世界，建立起庞大的帝国。到最后，农民起义推翻蒙古的统治，建立了明朝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接下来我们就花点时间，把中国这段期间的历史来跟大家聊一聊。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29集时说到唐朝的初唐盛世嘛？唐太宗李世民建立的贞观之治，打造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，影响了接下来的东亚政治格局。不过，他发动玄武门之变，诛杀太子，逼迫唐高祖禅让，也树立了不良的示范，导致之后唐朝的权力斗争总是充满血腥与动乱。不论是唐太宗晚年，还是之后武则天改国号为周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后，周武晚年同样也陷入了动荡，各个势力政变、叛乱、暗杀层出不穷哦。一直到唐玄宗继位后，才又重新稳定局面。唐玄宗的统治可以简单分成开元与天宝两个时期。开元时期，唐玄宗励精图治，任用贤才，又改用募兵制，取代已经荒废的府兵制，再度让唐朝迎来盛世，史称开元之治。不过，到了天宝年间却盛极而衰哦。原本被任命来统帅募兵军队的节度使，因为同时掌握了地方的税务、财政与行政权，逐渐形成反正割据的状态。其中一位节度使安禄山，他凭靠着唐玄宗的信任，平步青云，最终掌管了现今辽宁、河北、山西北部的广大地区，成为拥兵大约20万的军阀。而他的势力也让宰相杨国忠十分忌惮了。再加上唐玄宗失去治理的热情，放纵宦官与权臣把持朝政，使得安禄山得以用讨伐杨国忠为理由，举兵攻入洛阳。唐玄宗狼狈地逃离首都之后，禅让给肃宗即位。而攻陷长安的安禄山，不久后就被长子为了夺权所杀，但他的长子接着又被史思明给杀了。这一系列的权力斗争，让叛军陷入内乱，给重整旗鼓的唐肃宗有了机会，召集各地的节度使与史思明展开攻防拉锯。加上唐朝请求回纥出兵相助，终于在过了9年后，平息了这场被称为安史之乱的动荡。安史之乱可以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事件，受到最大冲击的是长安与洛阳，这也造成了华北与关中的破损与没落，大量的流民纷纷迁徙到南方，加上江南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，使得之后南方的经济得以逐渐发展与成长。在这场动乱之后，唐朝进入了中唐时期。原则上，从唐肃宗到唐文宗，中央都在与地方进行角力。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当初为了尽快平定安史之乱，所以在各地广设节度使。原本只有10位的节度使，扩增到了数十位，导致全国各地藩镇林立，甚至有些藩镇中央的命令想要下达时，还要透过他们才能够传递下去。或者呢，根本就不听中央的命令。虽然说藩镇势力与中央抗衡，但他们彼此之间也会联合或对立。加上藩镇势力的传承，同样也充满了血腥与斗争，这就导致了他们处于一种互相牵制的恐怖平衡状态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唐以后，中央能够直接掌控的地方虽然不大，但还可以继续统治的主要原因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河北三镇的势力。这3个藩镇势力原先都是出任于安禄山的外族将军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虽然直接将他们这些降将封为节度使，但他们仍然十分尊崇安禄山与史思明，还有不少祠堂供奉安史父子为世圣。当地的民众感念安史的恩典，也奉他们为2圣。河北三镇不跟中央申报户口，也不缴纳租税，还能任免境内的官员。如果朝廷想要更换节度使的继任人选，那他们几个藩镇就会联合抵抗。这也让中国现代史学家陈寅恪认为，唐朝安史之乱后，虽号称一朝，实则为2国。
不过我们刚刚也有说，藩镇之间也是会彼此对立嘛，所以唐宪宗就趁着他们之间内乱的时候，将河北三镇纳入朝廷的管辖，达到所谓的唐朝中兴。但这在唐宪宗过世后，短短3年，藩镇又再度自立。之后，唐朝基本上就放弃了这里，直到唐朝灭亡。虽然说河北三镇等同于地方割据状态，但他们作为中国与游牧民族的缓冲地区，还是有很大的功用哦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之后河北的北方，也就是燕云16州被契丹所占领后，中原王朝少了能够抵抗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，就很难再抵抗外族的威胁了。好，在社会面临战乱与动荡的时候，宗教就会兴盛起来。在西欧盛行的是罗马公教，拜占庭则一直都以希腊正教为正统，阿拉伯则是以伊斯兰教为皈依。那么此时的唐朝呢？因为唐朝皇帝姓李，所以官方推崇了以老子为尊的道教。虽然皇帝把道教的地位摆在最高的位置，也确实让道教在上层社会广为流行，但真正在民间传播最广、影响力最大的其实是佛教。佛教早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就已经传入中国，不过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才广为流传。到了唐朝，更由出世转而入世，使得佛教更广为人知。或许是因为佛教发展的太兴盛，引起朝廷的忌惮，再加上僧侣不务农也不服劳役，导致前后发生了3次的三武灭佛事件，分别是北魏太武帝灭佛、北周武帝灭佛以及唐武宗灭佛。虽然唐武宗摧毁了许多佛寺，没收了不少的钱财，还逼迫几十万的人还俗，但在河北的几个藩镇却以敬重佛教为理由，没有废佛哦。而受到河北等地藩镇所遵从的佛教，是由达摩传入中国的禅宗。禅宗在经过好几任祖师的传播后，逐渐分成北宗神秀的剑悟，以及南宗慧能主张的顿悟。而原本属于南宗流派的义玄，在唐武宗灭佛后，回到北方弘扬佛法，创立了临济宗，讲求超脱一切，不受拘束，否定过去的权威。这种观念当然受到河北藩镇武人们的欢迎，成为了乱世中武将们的精神支柱。也因为灭佛事件，佛教徒普遍都有末法的悲观思想，而僧侣与教徒为了避免佛教消亡，隋朝时的沙门净晚便发下宏愿，要用尽一生将所有的佛教经典刻写在石碑上，并封存在山林里的石室中，免得纸本经书被一扫而空。而这样的刻写事业，从隋唐一直到宋元明，传承了1000多年，都不断的持续刻写与修补，直到现在，房山石经更被指定为文化财产。动乱不只让宗教兴盛，同时也改变了唐朝原本的税收制度。起初，唐朝延续隋朝的租庸调制，并以均田制搭配。换句话说，因为隋末战乱，唐朝一开始有大量的土地可以让朝廷分发给人民。这些田地分成公田与私田，农民死后，公田要归还给国家，私田则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永业田。这样的均田制达到国家授予人民土地，避免土地兼并与大地主垄断的不公平。搭配均田制的租庸调，租就是田租，每年缴纳利或稻；庸则是庸役，替政府服劳役；调则为户调，上缴桑麻布绢等等。没有桑麻的话，可以用银两代替。这种制度的初衷是政府为人民制产，人民则因地产缴纳税务。不过，这样的税制在遇到动乱、流民增加、藩镇割据等等变化之后，中央政府已经无法再精准地掌握全国的户籍人口了。朝廷管控的户口变少，能收到的税赋当然也就减少，靠着租庸调获得的税收也就无法维持唐朝的运转。因此，唐德宗时期，宰相杨炎改提出了两税法来取代租庸调。两税法分别是夏与秋2次税收，有别于租庸调以原本户籍田地为征收基础，两税法直接向现在居住土地上的人民征税，并依照资产多寡来课税。这样的改变使得原本脱离本籍而收不到税的180万有产户纷纷成为了纳税者，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困境。俗话说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反正地主与商人还是会想办法来逃税或减税。而原本唐朝的府兵制崩溃后，改采募兵制嘛，则需要更多的兵饷来维持军队。
因此单靠两税法是不够的。于是朝廷之后又针对了盐、铁、酒等实施专卖后，又课茶税与关税。中央统治力下降，藩镇林立，加上又不断的课越来越多的税务，终于导致结束唐朝的最后一场动乱爆发。不过关于这些呢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来聊聊。